怎么了？我不行了，我已经开始心慌了，我还是出去吧。坐下，坐下，坐下。家人，坐下，坐下。你今天必须迈出这一步。把耳机戴上，简单操作，我来发指令。先不要管准确率，把你听到的说出来。La coopération entre la Chine et la Suisse profitera non seulement au pays, mais au monde entier, a déclaré le Premier ministre chinois dans son discours jeudi à l'occasion du sommet économique sino-suisse à Pékin. 中国和瑞士之间不仅仅你可以的，别想别的，把你刚才听到的说出来。总理在北京。小飞，真的不行。我觉得我真的进不了铜川监。没事儿，啊，我们一块儿想办法。没事。喝点汽水，定定神。我算是见识到了，你还真是怕这个箱子。刚才我看你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我没骗你吧？我还真希望你骗我。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你心里的感受吗？什么心理的感受啊？因为我觉得你在铜川乡里，不是生理过敏，是心理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走进铜川乡里，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很紧张，很害怕，越想越害怕，甚至还有缺氧的感觉。缺氧的感觉？不应该啊。你刚进铜川乡的时候，我观察了，你没有缺氧的迹象。要不这样，咱们再来一遍，我给你量心跳。佳燕，我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尝试一次就失败一次，我真的不想在你面前一次又一次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我克服不了，我就是进不了铜川乡，可以吗？不可以。我作为你的导师，还有你的男朋友，告诉你，不可以。就这么点困难，你就放弃你翻译官的理想了？不可以。别怕，再来一次。你就当你这辈子再也不坐铜船了，只是进来玩一下。不坐铜船了？就这么想，你只是来参观黑匣子的。咱们慢慢走。每一步都慢慢走。告诉我现在你心里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还可以。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随时告诉我。先坐下。我。 ，
不行，我受不了同船间里的一切。先别着急，先别着急。这样吧，咱们先想办法克服掉你的视觉障碍。跟我来。小心脚底下。带我来哪儿啊，佳阳？我带你来训练室训练同船。这是椅子。好，坐好。戴上耳机。我现在放资料。中国、常驻联合国瑞士办事处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代表出席。5分钟的同传量完成的非常出色。我在同船间，我完成了翻译工作。我早就说你没问题。你的心理障碍不是同船，是这个同船间。那我以后同船能不能都戴着眼罩啊？当然不行。真正同船的时候，你得随时看着搭档的嘴型，随时要做好准备顶上，还要看紧急资料。就算你戴着眼罩，谁扶你进同船箱啊？你这不是给搭档制造负担吗？所以我说我还是不行啊。谁说你不行了？咱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步。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同船箱里的视觉呈现是你心里的障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找到是哪一部分。其实同船箱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铝合金板搭成的。你是不喜欢它的窗户，还是不喜欢它的门？没有啊，不是啊。那是，我们来想啊，你从外面进到同船间，关上门，插上插销，然后坐下。佳阳，我坐在这儿，看着前面一排一排的座椅，我就觉得特别紧张。座椅？你是觉得你在大会场翻译会紧张？你不应该怯场的呀。不是，是，就算我现在坐在这儿，座椅上没有人，我看到都会觉得很难受。不仅仅是2个国家受益，而且惠及全世界。中国总理在中瑞经济峰会的演讲中如此宣布，该会议本周4在北京进行。OK， 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你就是不能看见会场，这个问题好解决。可是同船怎么能不看会场呢？我要关注发言者的反应啊！你看，你又着急了，一会儿脆弱到觉得自己根本进不了同船箱，一会儿又想马上解决问题，哪那么好解决啊？哎呦，那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啊？切勿急躁，我是你的导师，我都不着急，你着急什么呀？田主任，接啊。喂，田主任。派出所。哦，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那明天院里见吧。田主任再见。是上次咱们俩误会的事儿吧？你知道啦？我当然知道了，有人给高办院写了举报信。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我当然要先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呀。
OK，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影响你进铜川乡的元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解决你心里的障碍。至于举报信的事嘛，赶紧去找田主任解释一下。哎呀，你说我怎么要一转正了，这么麻烦啊？好事儿多磨，别担心，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田主任那儿。走吧，今天就到这儿了。主任，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来上海这么久，就因为这次误会进了派出所。后来警察也调查清楚这是误会，就放我出来了。主任，我也是当事人，我可以作证，乔飞说的都是真的。写匿名信的这个人就是在嫉妒他，无中生有，就是想污蔑他。如果是这样，放心，高翻院会查清楚的。真的是误会。如果院里不信的话，可以去公安局调查，就知道我没什么可隐瞒的。真的吗？乔飞啊，请你来解释举报信的事儿，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你，而是需要对高翻院的正式职工的人品素养有一定的了解。正式职工，还没听懂啊？转正了呗？恭喜你啊！这回啊，要求特别严格，层层筛选。陈家阳他们组只有3个实习生转正，你一个，杨艳一个，吴明一个。真的，我们都在一组啊？对，今后你们和陈家阳、李雷、韩梅梅在一起，今后的工作任务啊，交船和同船并重，你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哎，家阳，我问乔飞的又不是问你，现在他不是你的实习生了，是你的同事了，得尊重人家的意见。同志，表个态。乔飞啊，交船同船并重，你有信心吗？主任，我会努力的。好，我们高翻院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恭喜啊！恭喜3位新同事加入我们的团队啊！过5关斩6将不容易啊！实习期间呢，你们跟他混得很熟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说件事儿啊，关于有人举报乔飞认为他不应该通过审核的事儿，院领导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实，结论是不属实。具体情况我们的网站上都有通报的。下面请陈主任给你们交代一下啊。第1条，工作第1年，主要提升业务水平，不许出去接私活。其他的我想到再告诉你们。小飞，把会议录音整理出来翻译给我。你们2个把这些翻译完，互相校审过以后交给我。我们怎么做？吴明，你坐那儿；杨艳，你坐他对面。小飞。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真的等了我1个晚上？对啊，因为我对你有信心。怎么那么傻呀你？可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根本就进不了铜川？不要老是说这种患得患失的话。你只管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只要你去做，就会有进步。上次咱们不是已经克服了你同传的障碍了吗？你只要戴着眼罩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同传，你要多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我可以同传。再说一遍。我可以同传。走，咱们去铜川乡，我们一起面对，找出问题的根源。坐吧。别害怕，就算前面坐满了人，你翻译你的，不要受干扰。你告诉你自己，交船的时候不是也是这么多人吗？现在只不过多了这么一个同船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我现在准备放录音了，你先听一遍，我们先来一遍交船，这样你可以闭着眼睛翻。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以及5月9日的庆典日。Les symbol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sont le drapeau européen, l'hymne européen, la devise unie dans la diversité et la journée de l'Europe le 9 mai. 很好。接下来我们试着把眼睛睁开，好吗？那好，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的、物质的联系。第3个重要标志，欧洲议会，统一及民主的价值见证。自从1979年来，欧洲议会议员通过普选产生，选举事件被作为欧盟建设的关键时刻之一。此时政治意义的欧盟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欧盟。Depuis sa mise en circulation, l'euro est devenu un symbole maj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uro est le lien concret, matériel, qui unit les peuples européens entre eux. Troisième symbole import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témoigne des valeurs d'unité et de démocratie. Depuis 1979, les députés européens sont élus au suffrage universel. L'événement est présenté comme l'un des moments clés de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elui où l'Europe politique devient une Europe des peuples.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试着同船怎么样？别紧张，别紧张，把眼睛睁开。没问题的。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 Les 以及symboles 5月9日的 de 庆 l'Union 典日。 européenne, 自从欧元正式流通， le 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不行，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不行，我看到外面我就觉得心慌。这绝对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这是心理问题。刚才你还好好的，你告诉我你什么感受？佳阳，我觉得心慌，我害怕这块玻璃，我们出去吧，行吗？不行，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你告诉我你的感受，你为什么害怕这块玻璃？这块玻璃到底怎么带给你不舒服的感觉了？我不清楚，我也说不出来。不行，一定得说。我真的不知道。说出你的感受。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心慌。我看着前面一排排的座椅，我觉得上面都是人，
有人怎么了？交船的时候不是也都是人吗？我觉得上面坐了很多人，我觉得他们都有生命危险，像我妈妈一样。你妈妈？不行了，佳阳，我要出去。好好好，走，咱们出去。喝口水。跟我说说，为什么会在同船间想到妈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想到就这么说了。仔细想一想，也许这个就是你心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在同船间会想到伯母呢？你以前跟伯母进过同船间吗？没有啊。那是为什么呢？同船间里什么也没有，你从里面望出去就是一排排的座椅，为什么会想到伯母呢？想到什么了？佳阳，我好像找到我自己害怕同船间的原因了。我以前只跟你说过，我妈妈得病了，但没跟你说过具体的，对吧？大一那年，我妈妈开始经常会打嗝，我们以为她是犯了肠胃炎之类的肠胃病。后来有一阵，她开始晕倒，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海绵状脑部血管瘤。海绵状脑部血管瘤，那不是我哥的研究方向吗？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佳明转研究这个。医生说我妈妈的这个病是长在脑干部位，压迫了中枢神经。如果颅内出血的话，就必须要动手术。就算动手术，也只有50%的成功率，而且就算手术成功，也还是有可能会复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绝望了。我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一直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所以才想要去看心理医生，才认识了高佳明。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东西。好了，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有任何困难，我和你一起面对。自从妈妈那个时候得了这个病，我就特别害怕医院，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做完手术的时候，有48个小时还要待在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我当时站在外面，隔着那层玻璃，看着我妈妈，她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因为做手术把头发全都剃了，我真的很想去抱抱她，去摸摸她，但是因为隔着玻璃我做不到，我心里又很害怕。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心慌的由来。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进同船间，我就当时一直心慌，没办法翻译。我就一直想逃避。刚才多亏你一直强迫我待在同船间里，不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同船。这下好了，问题找到了，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我就是没办法进行同船呢？你看，你又来。昨天我还在担心，
你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今天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只要不是天性，就一定有办法克服。就像翻译一样，有的人翻译速度很快，但是准确率很低；有些人翻译速度很慢，但是准确率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只要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短板，就能增加综合素质。那你的短板是什么？就是你啊！告诉你，田主任都认为你能成为一名好的翻译。我怕让你们失望。只要你不绝望，就一定有希望。